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别，在花少6和花少7中得到了具象化的体现。一场文化交流以及消费观念的不同，彻底揭开了花少6失败以及花少7会成功的根本原因。原来花少结果的好坏真不是节目组可以决定的。传媒公主语料，传媒开始爆料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一大船鱼哇。花少7追到现在，传媒突然找到了花少6、花少7风评差很多的真实原因。其实细究起来就2个词儿：利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别。先从消费观念讲，第7季的花少成员个个都是省钱小能手。张晚意为了省钱，提出7个人开了1间房轮流洗漱。最省钱的话，就是咱们需要一个房间轮流去洗漱一下。龚俊去吃饭，把吃剩下的番茄酱带走。我说啊，这番茄酱留着，但是你放回去吧，真的。番茄炒蛋，孩子，这拿了，这孩子干啥呀？这是我们的，至于吗？至于，用这个番茄炒蛋贼好吃。哎，你这孩子真行。他会因为布拉格物价高，提醒陈述把飞机上没吃的三明治带走。我们从埃及飞到那个布拉格，我在机场已经吃了一个那个三明治了，然后飞机上又发了一个，俊俊很认真跟我说，到了布拉格物价很高，这个得带上。我说好，都带上，尝了好几个热狗。不愧是娜姐嘴里的俩抠门弟弟，这俩人也太会过日子了。除此外，七老同心中李沁也是个省钱小能手。节目刚录制时，连辣椒面剩下都觉得浪费，要不是已经开口不好携带，估计都能通通给揣走。这辣椒面还剩呢，不咋着，要不要得带着？给张晚意的奶糖也是飞机上发的，真是能揣走的都给姐揣走了。甜一甜，生活总是甜的。这是飞机上给的小糖果，我们现在就是习惯看到哪里有什么东西就拽一拽，多拽一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张晚意和娜姐做3蹦子买菜，那也是货比3家，生怕人生地不熟，俩人被坑了。To Super M, how much? 给他计算机的，你就直接写15000。No. Too expensive. This price. Okay, go. Let's go. 这季花少零花钱每人分到10万阿里，折合人民币不到200。但是在买纪念品时，所有人不约而同选择用自己的零花钱，而不是公费。连一向精打细算的张晚意都看不下去，让人直接走公款。我买一个自己的钱，我们自己花自己的。等会儿，干啥？别花自己的了，就是从公费里面走就完了。不用，因为这个不是你到时候你钱花完了之后还得给你补。我们太有爱了，抢着要公款给我们大家买礼物，好吧？拿一个。结果大家为了省钱，又专门把纪念品换成了更便宜的小号。2万都拿2万的。啊，我要1万的，你就拿个2万的，我就要1万，我就喜欢小。那我也换个小的吃。那我也换个小。而这么做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不想为团队增添负担。花少6就不同了，因为旅程是欧洲的一些国家，节目组经费拨的比较多，每个人的零花钱能有300欧，折合人民币得2000多块。更别说智利站结束后，经费的结余没有留着下一站继续花，而是平均分给了每位团员。这2要钱的怎么样？就是酒店的钱跟行李钱和回圣地亚哥那酒店的钱留出来之后，剩下钱全分了。这样做的后果造成了团员手里的零花钱可能快比公款还多，花起钱来那是大手大脚。荣子山买纪念品不仅给亲戚朋友买，连未曾谋面的同学也没放过。这个有买给我的妈妈，买给我的爸爸，买给我的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，表哥表弟表姐表妹，还有就是买给我的同学。马上要开学了回去，所以我准备开学的时候给他。不是老弟，你真把节目组的钱当成自己的啦？除了荣子山外，邓恩熙花钱也没个概念，早就将自己的零花钱花完，后来想去玩滑伞，还得需要哥哥姐姐们为他众筹。想去玩滑伞？你吗？想去，然后告诉我你们现在各自剩多少零花钱？150。那你能接受大家每个人给你种下去吗？你会有压力吗？说实话。因为没有团队意识，只在意自我享受，所以花少6的嘉宾们在花钱时丝毫没有节制。除了大姐二姐有考虑到害怕后续行程经费不足的问题，其余人都是大花特花。结果后期就出现了经费紧张，好多之前拟定好的行程都被迫放弃。其次就是2季的文化交流，更是将利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差别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花少6文化交流表演的前一天，这个在国外要代表中国形象的表演，荣子山和周雨彤的节目不仅没排练好，俩人还嘻嘻哈哈闹个不停，把敷衍2字直接写在了脸上。陈好好心帮忙指导，结果却被阴阳怪气。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都特别重要。那天晚上我们还是想找一个特别好的方式，但是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，我们可能还没有得到一个结果的时候，就受到了很多阻碍。就我跟他是一样的，我可能本身对这个才艺展示方面我俩都不是非常有自信，但是在摸索的过程中，因为听到的声音很多，我们俩当时很焦虑。然后呢，因为又怕吵大家，我俩又下去了，然后下去就各种连带，又觉得人有的时候愤怒吧，是因为对自己的无能。那天确实是有一点不舒服，但其实也跟好姐没有直接原因。果不其然，到了正式表演时，俩人直接下场了。两位真是把松弛感3个字刻到了骨子里啊！而俩人心能这么大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集体荣誉感，只顾着自己享受，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为团队拖后腿，甚至为国家抹黑。反观花少7，虽然只是一个赚经费的小考，七老同心也努着一股劲儿，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到最好。因为7人知道
他们这次演讲不仅代表了他们花少团，更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。因此，陈硕、马思纯、龚俊三人作为串讲嘉宾，丝毫没有看稿应付的想法，全程脱稿，讲述的内容也合情合理，既体现了两国友谊，又盛赞了来访国家的优点。尊敬的大使以及动画阁下，大家好。然后我作为本站花园10年马达加斯加的导游，和我的成员们一起感受了马达加斯加不一样的自然风光。我们第一天来到了安达西北，感受了原始森林里面的神奇。我们还在首都附近的小镇马伊奇学习，并且体会到了中马友谊的桥梁的杂交水稻。我们这一站我觉得真的是不虚此行。果然，文艺工作者要有文化，不是说的。放到上一季，周太后肯定不会这么辛苦的背词儿想词儿，而是特别松弛的来上一句快乐了就行，结果不重要。通过以上两个例子，可以清晰发现，当一个团队利己者占据主动权时，这个团队势必是散的。松弛感并不是一个贬义词，反而有时是令人艳羡的特质。但到了团队里，你的松弛感拖了团队后腿，那就不讨喜了。毕竟花少这个节目，观众看的就是群像，是一伙人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的默契和努力，而花少6恰恰缺少的就是团魂。反之，花少7每个人都是特别为别人着想的性格，团伙满的都快要溢出来了，观众自然就爱看。2季风评差那么多，真不能怪节目组恶剪呀，因为骨子里的性格是藏不住的。